大家总是以为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跪下来，双手合十，向外头那些高高在上的神明祈求，就能得到救赎。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未卜先知的算命先身上，寄托在改变风水的摆设上，甚至寄托在别人的施舍与同情上。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外控信念。拥有这种信念的人，潜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没有力量的受害者，把人生方向盘交给了虚无缥缈的命运。结果就是压力来临的时候，你会比任何人都容易崩溃，陷入习得性无助与忧郁之中，因为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走进宗教，拜了一辈子，捐了无数香油钱，生活却还是一团糟。因为他们从踏出第一步开始，就彻底搞错了方向。今天这支影片，我要带你们揭开一个会彻底震碎你三观，但也绝对能让你瞬间充满无穷力量的真相。我要告诉你们，日莲佛法到底为什么与其他的信仰截然不同。传统的观念总是告诉我们，凡夫俗子充满了罪孽与业障，我们必须经过好几辈子的刻苦修行，甚至要抛家弃子，斩断人间一切欲望，才能在死后到达一个遥远的西方极乐世界。在这种教导下，人永远是渺小的，神佛永远是崇高的，你只能跪在冰冷的地板上，仰望着天空，祈求幸运降临。但是700多年前，日本的僧人日莲彻底颠覆了这个让人变得软弱的思想。他用无比坚定的语气，严厉地指出，莫求佛法于己心外。这句震撼人心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对全人类宣告，佛根本就不是坐在庙堂之上受人香火供奉的神明，佛界不在遥远的星空彼岸，而在你现在正在跳动的心脏里，在你充满烦恼与焦虑的大脑里，在你那看似千疮百孔的生命最深处。你绝对不是一个需要被施舍的祈求者，你本身就是一尊闪闪发光的佛。当你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你绝对不是在呼唤外面的某个救世主来帮你解决债务、解决疾病、解决家庭纠纷，你是在对着自己生命内部的那个超级引擎按下启动键。日本宗教家池田大作先生曾经给过一个非常深刻的指导，他说，这不是从外在带来什么，而是从内在涌现出什么，这就是自身即佛的觉悟。也就是说，那些你以为自己没有的智慧、勇气、财富与绝对的幸福，其实早就已经完完整整地存在于你的体内，你只需要把它涌现出来。这正是心理学上最极致的内控信念训练。你不再相信命运是别人写好的剧本，你深信自己有绝对的力量去扭转一切。为了让你更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谈谈《法华经》里最深奥也最迷人的生命秘密，那就是因果俱时。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叫做因果一时，也就是说，你今天种下一个善因，你需要等上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要等到下辈子才能结出那个善果。这种思维模式让无数人在痛苦中苦苦煎熬，他们总是以为自己现在受苦是为了还债，总盼望着未来某一天能够离苦得乐，于是他们逆来顺受，默默忍受着不公平的对待。但日莲佛法告诉我们，大自然中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植物，叫做莲花。大家回想一下莲花的样子，它是所有植物中唯一一种花瓣跟莲蓬同时生长、同时存在的。花瓣代表着因，而莲蓬里面的莲子代表着果，这就叫做因果俱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代表着，当你在内心深处下定决心，立下誓愿要改变人生的那一瞬间，这个强大的决心就是因，而你生命中那个绝对幸福的佛界，那个大胜利的结果，就已经在同一秒钟具备了。你根本不需要等到下辈子。日莲大圣人在《实如是事》中明言，妙法莲华经者，因果俱时之莲华也。当你当下这一念发出强大的誓愿时，你就能从痛苦不堪的地狱界瞬间直达充满喜乐的佛界。用现代神经科学来解释，这完全说得通。我们大脑里有一个叫做网状激活系统的过滤器，当你的大脑确信某个结果已经发生，确信你已经具备成佛的结果时，大脑就会立刻改变当下的神经化学物质与行为模式。当你充满了我本来就是佛的自信时，你的大脑就会瞬间切换频率，自动帮你在现实生活中捕捉所有能让你成功的机会与资源。这不是玄学，这是大脑科学与古老东方智慧的完美结合。听到这里，可能还是会有人在心里嘀咕，说我业障这么重，我书读得少，我出身贫寒，我又没有背景，甚至我曾经犯下不可饶恕的大错。像我这样的边缘人真的也能成佛吗？大家请你竖起耳朵仔细听好，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2个《法华经》里最震撼的故事，将会彻底击碎你所有的自我怀疑与自卑情结。第一个故事是龙女成佛。在2000多年前的古印度，社会充满了严重的性别与阶级歧视。当时普遍认为女性业障深重，根本无法达到最高的觉悟，更何况是一条生存在畜生道。年仅8岁的小龙女呢？大会上所有那些修行了好几辈子的高僧大德，都用怀疑与轻视的眼光看着她，心想这么低微的生命，凭什么能超越我们？但就在这充满偏见的目光中，这位小龙女没有丝毫退缩，她在一瞬间转身展现出了无比圆满、璀璨的佛界，震惊了全场。这打破了所有关于性别、年龄与出身的歧视。她铁铮铮地向全人类宣告：不管你的起点有多低，不管别人怎么看不起你，你生命深处的那个宝藏，跟那些伟人是完全一样干净的。你绝对拥有立刻获得幸福的权利。第二个故事更是震撼人心，那是《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中的情节。提婆达多是谁？他是佛教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反派，他多次背叛，甚至推下巨石，试图谋杀释迦牟尼佛，造成僧团分裂，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在所有人眼中，他就是一个必定掉入无间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极恶之人。但是释迦牟尼佛竟然在大会上当众为这个曾经要杀害自己的仇人受祭，亲口保证提婆达多未来一定能够成佛。这打破了我们世俗中所有关于善恶与宿命的刻板印象。他告诉我们，即使是犯过滔天大错，跌入人生最黑暗谷底，被所有人唾弃的人，只要内心一念回转，生命深处的佛性依然是清净无瑕的。创价学会的佛学指导明确指出，恶人成佛，女人成佛，是《法华经》万人之生命皆尊严的无上证明。大家听懂这背后深沉的含义了吗？连一个8岁的小女孩，连一个曾经试图杀佛的极恶之人，他们的生命深处都蕴藏着无比尊贵的佛性，都能够立刻成佛。更何况是现在正看着这支影片，为了生活咬紧牙关，遭受过无数次挫折，却依然没有放弃善良，一直拼命努力活着的你呢？你凭什么看不起你自己？池田大作先生说过，真正的宗教不是让软弱的人依赖，而是让软弱的人变强大。请你从这一刻起，抬起头，挺直脊梁，不要再跪在地上卑微的祈求老天爷赏赐好运了。你的内心深处根本就实实在在地沉睡着一头黄金般的狮子王。你现在所遭遇的一切，那些压得你喘不过气的债务，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折磨，那些让你彻底崩溃的低谷，还有那些无情背叛你的人，这些全部都是为了让你这头沉睡的狮子王彻底苏醒，而量身打造的专属舞台。当你在最绝望的深渊中，依然决定挺起胸膛的那一秒钟，因果巨石，你生命中那个战无不胜的佛界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开花了。你从来不是等待被拯救的凡夫俗子，你是来这世上展现奇迹的王者。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把这强大的法则运用到每天的现实生活中呢？请大家紧紧记住以下这几个行动方针。第一，彻底停止外求。从今天开始，遇到任何突发状况，遇到任何解决不了的难题，请你闭上嘴巴，不要再习惯性的抱怨或哀求老天爷帮忙。请走到镜子前，直视镜子里的自己，霸气地宣告：我内在无限的潜能与智慧，现在立刻涌现出来解决它。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生命内部，拿回人生的控制权。第二，实践因果巨石。以后做任何计划或祈求，绝对不要带着匮乏与恐惧的心态去求，你要用结果已经发生，我已经获得绝对胜利的满满自信作为果，去采取今天该做的每一项行动作为因，带着胜利的喜乐去努力奋斗，而不是带着焦虑去逃避。第三，勇敢地拥抱你生命中的提婆达多。现在想一个目前最折磨你的人或事，不要逃避，也不要恨他，你要把他当作是逆向帮助你成长的逆增上缘。他们就像健身房里最重的哑铃，存在的目的是逼出你生命极限的潜能，逼着你把体内那头狮子王给唤醒。大家，人生这场戏既然来了，就不要当一个躲在角落哭泣的配角。愿你从这支影片开始，彻底拔掉心中那个我不够好，我需要依赖别人的烂根。愿你能够像污泥中依然傲然绽放的莲花一样，无畏无惧。因果巨石，当下就展现出你生命中最庄严、最璀璨、最耀眼的光芒。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唤醒心中那头黄金狮子王，请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区坚定且霸气地打上这句话：莫求心外，我本身就是无敌的宇宙。让我们互相见证彼此的强大，
我们下支影片见。